见皇后，皇后金安。参见各位夫人，夫人万福。你们哪一个是受皇上所宠，得以进宫的？是奴婢。来，让我瞧一瞧。别怕，再挪近一点。听说你的头发很美，我也想看一看。诺。把头抬起来，果然与众不同。眉清目秀，轮廓柔美，一头秀发也果然乌亮动人。啊！哼，果然是魅惑君主的小贱人。听说你只是平遥侯府的一个小歌姬，你凭什么踏进宫里？哎，皇后英明，刚才你打她一个旋身侧扭，腰姿款摆，我看这身子确实有引人之处啊。我们不是出自皇亲贵胄，就是高门大族，现在竟然来了这么一个歌姬，叫我们如何自处啊？皇后可是当今太皇太后的亲孙女，窦太主的亲女儿。姐姐你这么说，把皇后置于何地呀？把她转过来！你敢抗旨？把她转过来！皇上驾到！陛下圣安。皇后平身吧。平身。谢陛下。朕回宫后，本想向太皇太后请安后，便来看你。不想，原来你在召见未尽。不知道皇后收到朕的礼物没有？陛下是说那盏金乌灯台吗？臣妾好喜欢，但是一送过来就被臣妾打翻了，摔坏。陛下送此灯，是想重提当年金乌藏娇之诺吧？朕正是此意。此灯被毁，不是太可惜了吗？可惜，当年之诺，随着时日褪色被忘，这才叫可惜。陛下如果不是为了新人，也不会跟臣妾再提誓言吧？朕是九五之尊，有为汉家天下延后嗣之责，选妃纳妾在所难免。皇后是六宫之主，所以同样也该以延续后嗣为己任，何不拿出气度，包含其他嫔妃？臣妾听出来了，陛下是嫌弃臣妾没能诞下龙翼是吧？朕没有这个意思。朕只是希望皇后能够明大义、识大体。陛下所说的识大体，就是把那些唱曲的、跳舞的，不论身份好歹的，都带回宫里，淫乱后宫。皇后说话请自重。陛下为了这个卑贱伶人，是要吓唬我是吗？既然我是六宫之首，这狐妹子由我来管。皇后，你要管后宫，就要先给其他妃子立个榜样，对你的夫君恭顺守礼，对大汉的天子尊敬服从，而不是胡闹放肆。堂堂大汉天子，何以动此大气呀？
陛下万安。母亲，皇上带了个市井歌姬进宫，做了这等荒唐事，还跟我讲大体。出自平阳侯府的，何以被贬为市井？姑母，朕要的大体，只是以事论事，要有起码的风度。母亲，你呀，这是你自己招来的气受。陛下，皇后当众失了分寸，是馆陶教女不严，还请陛下多多见谅。姑母，何罪之有？你呀，既然贵为皇后，就该比其他人更加懂得礼数，言行要以礼服六宫。皇上乃天子，对于朝廷和后宫所有的礼法，他都十分的清楚，何须你费神担心？皇上怎么会不知道新来佳人子的出身呢？又怎么会忘记，民间女子一定要先学会宫中礼仪，才能有资格册封，是吧，陛下？你身为姐姐，就应该以身作则，好好管教，让她能够早日侍候君王嘛。陛下的人，我管教不了。这倒也是，管教也要观其才智。但是皇后，规矩不能废，你不教也要有别人来教，教好了之后再论册封，这才是有风度、识大体，是吧，陛下？姑母说的有道理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陛下，刚才去向祖母问安的时候，有没有提到带歌姬入宫这件事啊？皇太后知道此事后，听说好像很不高兴。不过呢，既然陛下会处理得当，想必皇太后也不会再气恼了。彻儿，你千万要清醒，莫为了一个歌姬而坏了与皇后和窦太主的感情啊！母后，儿臣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，可是身为一国之君，也不能处处忍让，让皇后得寸进尺。儿臣只是以礼压压她的气焰。你该不会忘记，当日母亲之所以能当皇后，你之所以能当太子，你姑母她的确也是帮了不少的忙。全因儿臣一句要娶阿娇，姑母才会力荐儿臣。说到底，她是想要一个受她摆弄的皇帝。可是母后，朕绝不受制于人。皇后是太皇太后的外孙女，窦太主又是她心疼的长女，二人深得你祖母的欢心。母后，儿臣已经答应不会马上册封魏姬，也算是让步了。彻儿，何不想个方法，暂离新宠，让皇后安心？否则，她闹到太皇太后那里就不好办了。母后，当日你救父天坟，就是因为你的2位老师被太皇太后免职，可见我这个皇太后实在没有能力为你们遮风挡雨。你以为母后整日赏月听曲，只为自己开心吗？不过，是想找些好的玩意儿献给你祖母，讨她的欢心。母后，太皇太后开心了，你的皇位才能够稳固，保住了皇位，母后才可以安心呢。彻儿，母后就指望你了。母后放心，儿臣会暂离宫中人事，出宫巡视，绝不会让母后为难。为免地方官员事先设置，儿臣会以平阳侯的名义微服出宫，以便了解各地灾荒实情，知道民生所需。彻儿，你有这份心，母后也就放心了。不嫁不色，不受不猎，却是高门大户的写照。
其实高门大户什么都不做，倒也还太平。就怕是硕鼠，硕鼠无食我黍，硕鼠无食我麦。古人以硕鼠为师，来形容那些巧取豪夺的恶官商贾。朕以前只是读过，这次出宫，真要好好的视察。陛下以民为本，奴婢替百姓谢过陛下。你确实不同，明白朕，不会只图恩宠。妃子从来没有如你这般的。奴婢不敢当，只是奴婢出身民间，所以对民生自然更多了解一些。那你以后啊，可要多跟朕说说，让朕知晓百姓的生活实情。其实朕离宫后，最放不下的就是你。陛下不用担心，奴婢在这里一切安好。只要陛下心里有奴婢就好。朕在外面，每个清静的夜晚，只要看到这片浩瀚的星空，便会想起子父，你知道吗？朕第一次看见你的眼，就觉得里面藏着星海，闪耀生辉。奴婢第一次见到陛下的眼眸，就像是在满天的繁星中见到最亮的那一刻，让奴婢感到无比温暖安心。那最让你安心的是什么星？北斗星啊！因为它能指引你方向。而且在我无助彷徨的时候，只要看到它，就觉得在被守护着，不用再害怕了。好，那朕就是你的北斗星大哥。北斗星大哥，天大的事，有朕护着你。朕离宫之后，你要万事小心。等朕回来。嗯。瑞姬最熟悉宫中规矩，是先祖孝文皇帝的宠妾，就是年纪大了，身子弱，需要有人照顾。瑞姬一定会将所知的相授，你要向她好好学习。多谢樊娘提点，也请樊娘照应一下与我同来的沈家。放心吧，知道她善于刺绣，已经派她去知识刺绣了。这就好。小倩，这是新来照顾瑞姬的，叫魏姬。你是谁呀？奴婢卫子夫。啊！你，又是你！瑞姬！瑞姬！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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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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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谁？怎么在这里？你要知道，你进来了就出不去了，何必呢？都这么多年过去了。
还是不肯放过我。是他派你来的吧？你要知道，想要害我可没那么容易。不，奴婢是新来的佳人子，来向瑞姬学习宫规。宫规？哼，早说嘛！不以规矩，不成方圆。宫中的规矩必定要学，可宫里的事岂能仅靠这规矩二字？个中的权谋计算要学的多着呢。我以后再教你，退下吧。诺。姐姐，姐姐，我是送饭来的。小倩，为什么锁着我们？瑞姬怕是病了，需要诊治，麻烦你通传一声，叫樊娘放我出去，叫鲍世成。瑞姬她有狂癫之病，治不好的，鲍世成来也没用。把门锁起来，就是为了不让她出去。什么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其实，本来是安排我来服侍瑞姬的，谁知道临时换了你来。谢谢你，替我挡了这灾祸。这瑞姬，大家都知道她危险。我听说她在这北宫已经困了40年了。她本是先祖孝文皇帝的佳人子，可是不知什么原因，她得了狂癫病。大家都怕被派来服侍她。进来容易，出去难。瑞姬，她能伤人，她随时都会发狂的，日夜提防也没有用。我真不知道你留下来日子怎么过。没关系，甜亦乐，苦亦乐，安之乐之，心善之间。既然不能离开这里，那我就安心留下来。你放心吧，我会事事小心的。再小心都没有用，狂癫的人呐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早前呀，被派去照顾瑞姬的宫女啊，有一个啊被他打死，还有一个被他……你没见我在熏香养神吗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是，小的刚才说什么，窦太主啊全听不见。你向来做事妥当，本公主很欣赏，赏你300金，带樊娘去领赏吧。诺，谢窦太主。母亲，情况如何？你放心吧，那瑞姬随时会发狂伤人，卫子夫很快就会被活活打死。瑞姬她一把年纪，万一伤不了人，反而让她占了上风，那可怎么办啊？那就更好。以前呀，有宫女为了自保，用烛台打伤了瑞姬，后来那宫女被斩首示众。瑞姬不过是祖父一个失宠的佳人子，哪会伤了她就要处死啊？你们晚辈不知道各中玄机，那瑞姬的身份可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。皇后之外，其他的妃子都是未经婚仪，算不上妻子。只有皇后能行清残之礼，领嫔妃、公主到东郊采桑。姐姐，你还好吧？我还好。对了，你替我去看沈家了吗？当然有，她很好。
你就放心吧。只是知事事忙，他给累坏了。在我心里，你是在代我受罪。只要你在这里能安然，我就放心了。别担心，其实只要不打扰他，不引他注意就没事。那就好，姐姐，那我先走了。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呐。瑞姬，用膳了。这个给你，怎么了？怕有毒啊？瑞姬，还是先用膳吧。你知道，在这世上，哪种死法是最痛苦的？身上万虫噬咬、搏夫追随之痛，你尝过没有啊？瑞姬，看你吓成这样子，没事的。好吧，看在你肯喝我的甘草汤份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你信任我，我信任你。来，我们用膳吧。瑞姬，你看看，我做好了。好香啊！算你聪明，我一顿饭的功夫，你就把这个做好了。好，值得我再教你盥洗之礼。谢瑞姬。足容重，目容端，手容弓，头容直，气容肃。请瑞姬灌手。很好。我不要华台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华台，我不要华台，我不要华台。喝！皇后就是要你滑胎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瑞姬啊，瑞姬你放开，瑞姬你放开啊！给我放开！我的孩我的孩子，母亲保不住你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好了，都过去了。瑞姬，都过去了，现在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了。
刚才对不起啊。没事，过一阵子就好了。你真傻，像其他人一样把我踢开就好了嘛。瑞姬咬我是无心，只不过流些血。如果我踢开你，你的牙齿给碰掉了，以后还怎么用膳啊？我咬你是无心的，你忍耐就好。可其他人要是咬你，你可别由着他，必定要把他的牙齿全踢掉，知道吗？娇儿，你怎么这么快就灰心丧气了？这都伤不到他。母亲，你不要安慰我，干脆说拿他没办法好了。哎，白费了我一片苦心，什么都安排好了，他那一脚就是没踹下去。这个女人也实在不简单呐。你敢拿花来刺我！小人知罪，请皇后恕罪。退下！诺，小人告退。娇儿，你勿需紧张，那花虽有暗刺，始终伤人有限。那倒未必。一向谨慎的皇上，为了他焦躁起来；一向狂癫的瑞姬，却为他安静下来。母亲，你说我能不紧张吗？哎，既然这次那颠覆没伤着他，他也没伤着那颠覆，那不如就……母亲，难道除了铃声，还有别的办法，可以让瑞姬发狂？何须让他发狂？他没有弄死那小贱人，那就让那小贱人弄死他。我虽然只是他的婢女，可是他说过，当我是妹妹一样。他不要其他夫人专宠，却要我侍第一。我虽然答应他不会生孩子，可真有了身孕，怎么会舍得？况且保得住龙胎，就保得住爱宠，就保得住性命。我不告诉他有了身孕，是理所当然的。在宫里面，哪里有真心呢？今日与你互称姐妹的，说不定明日就来要你的命。喝点甘草汤吧，你今天配的汤特别清甜。你真是个好女子，但世间瞬息万变，你必须要好好保护自己，知道吗？不然，还不如早早离去的好。当年皇上最疼爱我，在我玉足细嫩纤幼，后来脚上有了疤痕，就再无颜面见皇上了。我没有运气，孩儿我也没保护好，保不住他，就保不住恩宠。唉，希望你的运气比我好，你将来能够……瑞姬，瑞姬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我去见我的孩子。去见皇上。你别吓我！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人呐！卫青，怎么回事？维安宫那边传来消息，你姐姐害死了先帝宠妾，已经被抓了。这可是死罪啊！你现在逃出去，还有条活路，不然恐怕连你也得判个重刑。
私下出宫已经有罪，单凭这一点，要我帮你都难，何况你姐姐还涉嫌杀人。不，她是被冤枉的。姐姐的品性，君侯也知道，她怎么可能下毒害人呢？这一定是被人陷害的。这种事情，宫里的确是有，可你让我怎么办呢？君侯，姐姐现在被囚禁在掖庭报室，生死不明。听说那里会严刑逼供，她一个柔弱女子怎么受得了呢？求君侯让我见见公主，毕竟公主是皇上的亲姐姐，太皇太后的亲孙女。我要求她来救我姐姐。住口！你以为公主是你们的守护神灵啊？啊！这种事情一旦惊动了太皇太后，谁去劝谁遭殃。你们已经不是平阳府的人了，别在这里纠缠不清，给我惹麻烦。常总管，在，带卫青出去。君侯，君侯，卫青，公主晚上才回来，你先到厨房避一避，到时候看如何开口救人吧。起来吧。来，公主，尝尝这个。公主，来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公主你怎么了？吃个烤肉都出神了。来来来来，没事，你吃吧。这一寒真不简单，肉不错。这是什么肉啊？跟之前不太一样。回公主，这叫忘忧肉，忧结在心之人才吃得出它的味道，而且它芬芳如草，甜蜜如花，让人犹如置身于花草之间，忘忧解愁。你这个疯厨子，净说些疯话。这肉不就是加了香草和乳蜜烘烤而成？公主吃得开怀就好。好。还有什么事吗？小人这个月下旬想告假几天出城。你如此费尽心思，就是为了这个？公主心情好，就什么都好说嘛。看你嘴甜，准了。谢谢公主。公主，哎，大胆，你怎么还在？公主，常总管，把她拉出去。公主，我姐姐她……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求求公主，救救她吧。卫青，我不是不想帮你，只是后宫之事向来都是皇后做主。别说我已经外嫁，就算我身在宫中，也无权干涉。更何况皇上又不在宫里面，就算我有心帮忙，我都无能为力。公主，现在只有公主能救她了，求求你了，公主，公主，你就救救她吧。啊！公主，哎，你没事吧你？还好这汤不是很烫啊。公主，你没事吧？卫青，你没事吧？公主没事就好。一寒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。念在你今日准备了美味的烤肉，我就饶你一次。谢公主。皇太后对烤肉也是非常的喜欢，我也许久没有进宫向她请安了。小人马上准备烤肉的材料，进宫。谁说要进宫了？啊？思和，公主准备明天进宫。诺。公主啊，我看这趟浑水你就别趟进去了吧。第一呢，你送卫子夫进宫，已经得罪了皇后，如今干涉后宫，她定以为你故意跟她过意不去，而姑母护女也会怪罪于你。第二啊，这死的据说是太皇太后的人，你这样去说情，她会觉得你护着下人都不护着她。第三，母后啊向来依顺太皇太后和姑母。你把他老人家扯进去，若他惹怒了这两位，定会埋怨于你呀。哎呀，为了救这个歌姬，却得罪了大汉最具权威的4个女人，你何苦呢？啊？何苦？第一，卫青维护姐姐，
如此卖命。我是皇上的姐姐，维护弟弟也是应该的。第二，卫子夫是从我平阳府的门走进宫门的，他的荣辱早就跟我们连在一起了。第三，卫子夫是皇上喜欢的人，我能为皇上守护他，赢得皇上的信任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说对吗？对呀，公主说的对呀。哼，反正我们也脱不了干系，不如给他送个人情，向他示好。还是公主想得周全呐。你等我一下，我整理一下就陪你去。哎，那公主可有什么万全之法呀？人心情好，就什么都好，只盼着烤肉哄得了我开心，也哄得了母后。真香啊，真不错。谢皇太后夸赞，小人再弄些不同风味的，让皇太后尝一尝。要是比这兔肉好，就赏你2锭金子。小人先谢过皇太后。母后，祖母也爱吃烤肉，待会儿叫一涵备一些，今天晚上送去长信殿吧。不必了，太皇太后说了，素食7日，无事不见客。难道和瑞姬的事有关？不知祖母和瑞姬是何关系，竟为此素食7日。对了，听说瑞姬以前是……哎呀，宫里宫外流言蜚语从来不断，真伪难辨。母后无力禁止，也无意追查，是也非也，你们就当耳旁风吧，免得惹祸上身。母后言之有理，但是卫子夫本是我府中之人，人已送，祸已惹，只好想法子补救。女儿啊，既知闯祸，更要置身事外呀。哎，明白，我们明白。母后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置身事外。只不过是皇上对这个卫子夫的确是非常在意，所以我们才……皇上更不能为一个歌姬跟太皇太后过不去嘛。那是，那是。好了，今日这烤肉也吃够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翠儿，你拿2锭金子赏一涵吧。诺。谢皇太后。看看，这些玩意儿见过。怎么样？你招不招？无罪可招。好啊！谁敢伤我龙翼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谁敢伤及皇上的骨肉？你有了？你若不相信，可以去问鲍世成。进宫时，鲍世成清楚地记录了我受皇上宠幸与月事的时日。我受宠至今，一直没有月事。哼，那又如何？那也不一定有孕呢。嗯，你就敢肯定我没有身孕吗？皇上仍无子嗣，若我腹中真有孩子，而又因受刑伤及，你担当得起吗？难道你就不怕招来杀身灭族之祸？
确实是1个月都不到。哼，这个低贱的歌姬，竟敢用肚子来护身，那樊娘也真是没用，吓得不敢用刑。哼，我偏要对着她的肚子踢打鞭烙，看是肚子能护住她，还是她能护住肚子。娇儿，别生气，你坐下，坐下呀。一切都记录在案，你现在去动了他，万一出了事，怎么向皇上交代呀？就差这几天了，你暂且忍一忍。我相信他也不过是缓兵之计，就让他多逍遥几天吧。母亲，你知不知道我担心什么？缓兵之计倒还好，要是真的怀孕了，那我怎么当这个皇后啊？要是她没身孕，死罪肯定逃不了。如果真的有了，我要让她死得更惨，但是不能死在掖庭啊！跟你脱了关系之后，哼，我保证要让她尸首无存。朕离宫之后，你万事要小心。等朕回来。宫廷险恶多诡，今日荣耀不保证明日安然。除非你有皇子，或许能保住你的性命。如一，进来吧。日子到了，只不知是你的吉日，还是你的忌日？如一，有劳你给她把把脉，好看她怀了没。不用了。难道月事来了？这个来了，那龙种岂不就是没了吗？啊？参见皇后。奴婢卫子夫参见皇后、窦太主。卫子夫，你杀人这个案件早已呈给本皇后，你可知道本皇后为什么现在才审判？就是因为你曾受圣宠，只盼你能为皇室延年子嗣。说不定添个一男半女，不只能抵其罪，更能立下大功一件。可惜没有。既然你没有龙胎保护，樊娘，杀人之罪应当如何？论罪当斩。那就拖出去斩。慢着，杀人之罪可有证据？犯人僭越犟嘴，斩首之前先掌嘴50，杖打100，拉出去。且慢！参见皇主。皇后金安，姑母万安。我正在审讯犯人，姐姐来所为何事？臣就是知道皇后要判处犯人，才赶来阻止。我尊重公主，乃皇上亲姐，叫你一声姐姐。可是公主也该尊重我，乃皇后，后宫之首。后宫之事，是非对错由我定夺；后宫之人，生死荣衰由我旨意。岂是公主你能阻的？把卫子夫拉下去，先用刑，然后斩。诺，不能斩。谁敢不听令？皇上，后宫之事，臣自不敢干预。但皇后刚才也说了，我是皇上的亲姐姐，事关弟弟，
家人的生死，身为姐姐，当然要通知皇上。也许是天意，皇上本已启程前往上郡，竟然让平阳府信使赶上报讯。如今皇上已在回宫路上，并传来手谕。朕公务在身，丝挂家眷，却经闻后宫凶案，痛心疾首，问及其详，疑处重重，唯恐其中有诈，着令囚疑犯卫子夫于鲍氏，待朕回宫细审论刑。若有私自用刑者，以为止犯上论。钦此。谢皇上。遵旨。皇上驾到！陛下圣安。平身。臣妾分内之事，陛下干涉，既与理不合，也致臣妾颜面威严于无存。今后臣妾如何统帅后宫？还请陛下让臣妾主理此事。朕无意干涉后宫之事，但牵涉人命，事关重大，朕也想了解是非对错，不想朕的皇宫徒添冤魂。冤魂已添，是非已明。杀人偿命，就是给冤死者还以公道。既说杀人，有何理据？瑞姬殿内只有卫姬一人，膳食由叶庭私膳房供应，二人同吃，却只有瑞姬中毒，分明就是卫姬下毒杀人。皇后亲睹卫姬下毒吗？即使没有，那他人也无下毒的机会。又有宫人守卫亲睹吗？既说二人独处，又何来目击者？那在卫姬身上搜到毒药了吗？毒药已下，又从何处搜寻？卫姬身处深宫，找到给她毒药的同谋没有？或是卫姬进宫之前早已备好毒药，并无接应？或是，那卫姬是否供出杀人缘由？可能受不了瑞姬严厉教导。杀人泄愤，以逼劳苦。可能。皇后要朕让你掌6宫，断生死，你致人死罪的理由只是单凭揣测，这不是太胡闹了？既无实据，又无人证，更无杀人动机，就此定罪，简直荒唐。瑞姬之死，交廷尉重新调查，卫姬无罪释放。谢皇上。若是哀家不准放，又当如何？太皇太后金安。太皇太后金安。陛下。都起来吧！谢太皇太后。祖母何以纡尊到此？哀家知道皇帝和皇后在审理后宫凶案，哀家怕有偏颇，所以特来看看。卫姬杀人只是片面之词，并无杀人动机或人证物证，故孙儿将其释放。卫姬之死，交廷尉调查。母后，陛下，我有人证。可凭据皆动机，那就宣证人吧。奴婢小妾拜见太皇太后、皇上皇后。免礼了，待会儿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。诺。小妾
魏姬如何对待瑞姬？快讲出你所知所闻。禀太皇太后、皇上皇后，奴婢每日送饭食于瑞姬和魏姬，常闻魏姬埋怨照顾瑞姬辛苦，更恨瑞姬偶尔发狂，让其身心受伤。我闭嘴！奴婢没有撒谎，这是瑞姬所养。魏姬曾说，恐怕不知何时会再受瑞姬痛打，深恐性命堪虞，为求自保，得先下手为强。小妾，我跟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诬陷我？子夫，对不起，但在太皇太后、皇上皇后面前，我不得不说实话。不，你还说，反正瑞姬狂癫吓人，她死了也没有人疼惜，到时候定能脱罪。你撒谎！我没有说过。既然人证动机都在，就按罪处死吧。来人，在。你受谁指使？说。回陛下，奴婢从没有伤害瑞姬之心，更遑论受人指使。但如今有人证说你意图杀人，是证人说谎。奴婢虽曾被瑞姬所伤，但她是无心的，奴婢从来没有记恨过她。陛下，这案件已经一目了然，而且太皇太后已经定夺，何必再给凶徒机会呢？父母，所谓魏姬杀人，而断案所依的人证动机，只单凭宫女小倩一人之词，这当中疑点重重。若是魏姬下毒，到底毒从何来？陛下英明，魏姬只不过是一个新晋的佳人子，怎么可能胆大包天，藏毒宫中，甚至带毒在身？若小倩所言属实，魏姬是因为不堪折磨而毒杀瑞姬，以求自保，那么毒杀就不是预谋。若是如此，魏姬难道一直藏毒在身？那她的目的何在？陛下，可见他居心叵测。他本来不只要对付瑞姬一人，可能还有其他不轨意图呢。那干脆尽早下令将他处死。看来皇后也认为此事所牵扯的，不只是老宫人被杀，而是另有玄机，那就更不能就此结案，非严加细查不可。陛下，臣总觉得还有些疑处，也许当中有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。朕不查个真相大白，绝不罢休。陛下，一个奸险女子私带毒物入宫，有害人之意也好，有自保之心也罢，反正她用毒杀人就应该伏法。哼，所谓阴谋，不过只是猜测而已呀。就算真的要查，也未必能查得出来呀。这阴谋怎算似是而非？朕目下就有可疑之人，能指使他人替之卖命，能利用宫里人脉，在后宫覆手翻云。此人，或是你。平阳公主。当日是你献魏姬进宫，如今这乱局岂会与你平阳侯府毫无瓜葛？陛下，我与你自小亲好，我自问对你问心无愧。当日位于帝皇进献魏姬，只是希望能替陛下分忧解愁。不料这一片冰心，到如今却成了蛇蝎心肠。陛下尽管查，不查清楚，我绝不会罢休。我倒要看看能查出我平阳公主有什么阴谋诡计。好，若查出有什么来，即使是至亲，朕也必严惩。要不然就愧对祖父祖母了。彻儿，你为了查究这宗案子，把你亲姐姐都牵扯进去了，甚至连你的祖母和祖父都搬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祖母，孙儿知道这瑞姬曾是祖母侍女，
祖母此番亲来听审，足见主仆情深，必不想瑞姬死得不明不白。孙儿为了祖母后代下人的情分，还有祖母的名声，一定要查出真相。好，就依你。谢祖母。母后，祖母，哀家给你5天时间。邓弘，臣在。立刻将魏姬、樊娘、小妾一并带去非常殿。诺。祖母，我乃6宫之首，此案的犯人与证人理应交由我来管。祖母，此案非比寻常，未必只涉后宫，可能牵连朝廷。好了，都不要说了，大家都别争了，全由哀家来看管。樊娘和小妾暂时安置于长信殿配殿，平阳府有关人等留居皇太后的长秋殿中，不得踏出宫门半步。至于魏姬，将她单独囚于望星阁。彻儿，5天期限之内，哀家必保她安然无恙。要是你能证明与她无关，哀家马上将她释放；否则，哀家就以她的人头祭奠瑞姬。那歌姬果然是个祸害，连累我全府上下给囚禁起来。平阳侯府何曾受过这种待遇？哼！参见君侯、公主。哼！你们把他关到哪里去都好，就是别跟我们囚在一块儿。他跟平阳侯府全无关系。下去吧。君侯跟你们说笑而已。诺。说笑？公主啊，皇上随时论罪，他是那歌姬的弟弟，被牵连没话说，可是把我们平阳侯府都搭进去，不是太冤了吗？我们姐弟祸及君侯，给君侯带来麻烦，求君侯恕罪。但依小的愚见，皇上断不会为难公主，说不定这只是救我姐姐的缓兵之计。住嘴！你以为进了宫，你就真的以为自己长进了啊？你懂什么呀？皇上用的正就是缓兵之计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起身吧。谢公主。哎呀，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只是圣意难测啊，公主。哎！虽说皇上有什么缓兵之计，但现在大家仍算是戴罪宫中，你倒笑得开心显逸啊！最好我平阳府的人以后都给关在宫里，好让你跟女儿团圆，是不是？你就由他们吧，大家都出自平阳侯府，自然是要叙叙亲情，叙叙旧了。难道要哭丧着脸吗？公主，公主，君侯，奉皇上旨意，请公主到非常殿问话。问话？正要用膳呢。皇上已备好酒菜，且召来了8人不撵，恭请公主。8人不撵，君侯上宾之礼啊！好，好。哎，公主，那你快去啊！去啊！不是说有话要问吗？想问什么，不妨直说。弟弟想问姐姐，这新进贡的举酱酒，味道是不是姐姐尝过美酒之中最上乘的？不错。既是姐姐喜欢，那么弟弟便全数留给姐姐吧。弟弟有难题，你我姐弟同当，这好酒难求，何不分甘同味呢？弟弟有难处，姐姐想都不想就帮忙。如今这点小心意，岂会不悉数送给姐姐呢？母后那边
是有点生气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劝他只当是我入宫与弟弟亲近几天，反正不是真的姐弟不和。母后已经安心了许多，只是弟弟需要尽快结案，到时候再向母后请罪就没事了。弟弟何尝不想尽快结案？只怕姑母行事慎密，不会留下尾巴。你倒说得坦白。子夫谦厚，除了因宠遭妒之外，还有其他理由会惹上祸端。樊娘竟然安排子夫去向瑞姬学宫规，其实一开始就是个圈套。至于那个小妾，看似柔弱，却得势不饶人，对子夫的指控全触及祖母心思，一看就知道是有人指使。究竟谁人指使，我们心中有数。现在就从瑞姬的死因着手，先查出死因，找到下毒源头，这样就能顺藤摸瓜，查出真相。参见陛下，公主回来了。御医怎么说？据御医查验所报，瑞姬的确是中毒而死。至于是何毒所致，他们一直在查究，却难下定论。会是厨房动了手脚吗？瑞姬死后，御医怕是厨房出错，曾去细查，连他当日的食物残羹也留起细验，一概查不出有什么问题。臣会继续调查樊娘、小倩的一切。朕已下旨，不管任何人，如有报信，赏；有线索，赏；有证据，更赏。那我就动用宫中所有人脉追寻线索，希望尽快查出真相。如今我们最大的敌人，就是那弹指光阴。